大家好，我是孟家厨。我的视频频率就是出现最多的就是那种葱头酥，就红葱头。很多朋友就说很遗憾，就是自己的地区买不到，所以今天我去买了一些大蒜，打算分享一道蒜头酥的做法。蒜头酥做出来的话，就是跟葱头酥是一样香的，而且作用都是一样的。所以说朋友们可以用这个来代替那个葱头酥。我们先一个一个的给它掰下来。朋友们全部掰好过后，我们把这个头给剪掉，因为这边都会有一个黑点嘛。剪好过后，我们给它泡到清水中。因为我们用到的蒜头量很大，所以我们提前这样子给它泡到清水中，等下很好去皮的。朋友们剪好过后，我们给它泡个5分钟，让这个皮变得皱一点，我们剥的话就很好剥了。朋友们5分钟过后，表皮有一点发皱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剥的话就很好剥。把剥好的大蒜加入到绞肉机里面，打成蒜末。朋友们看一下，我大概打了10秒左右，像这样，保留一点这种大颗粒的。好，我们直接倒入清水，把这个蒜末给它清洗一下。朋友们，这个蒜末一定要用清水给它淘洗2遍，这样可以去除它的一些苦涩味。不然的话，等一下炸出来的那个蒜头酥会苦。然后用流水给它淘洗一下，再把这个蒜末给它倒入到一个纱布里面。这一步主要就是为了挤掉这个多余的水分，等一下炸的时候就会缩短时间。接着我们撒入适量的玉米淀粉，等下炸出来会比较酥脆。锅中油倒多一点，烧至5成热，然后少量多次的下入蒜末，中火炸。朋友们，这一步一定要切记，不要一下子全部倒下去，不然的话很容易立锅哦，那很危险的哦。朋友们，刚开始的时候可以用中火这样炸，因为水分比较多，然后时不时的要这样搅拌一下，防止粘锅了。还有一点就是炸这个蒜头酥的油不能太少了，就一定要全部就是给它淹没，不然的话周围就会很容易糊掉，然后中间又没有给它炸透。而且不用担心，这个油都是可以重复利用的，这个蒜头油也是很香的。朋友们看一下，这是中火炸了5分钟，像这样大泡转成这种密集的小泡，这个时候我们转成中小火慢慢炸。朋友们在炸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随时看一下状态，不要炸过头了。好了，朋友们看一下，我们全程炸了12分钟，像这样，表面这种有点金黄了就可以了，而且全部都漂浮在表面。关火，然后把葱头酥过滤出来。朋友们听一下，很酥脆，而且颜色不要炸过头，像这样刚刚好。然后底下这个蒜头油，我们等一下就找个容器给它储存起来，像平时煮汤加一点，或者是那个炒菜的时候，最后来一点米油，用这个的话就很香了。这个蒜头酥放凉以后，我们装入到干净的玻璃容器里面，这样储存时间更长，3个月都不会坏。接着我们盖上密封盖，放冰箱保存起来，像这样慢慢一灌。昨天晚上舅舅刚好给我们1袋这个水饺，他们没吃完的，今天就中午就是应付着吃了。水开后我们下入水饺，水烧开过后我们再加点清水，再次烧开。接下来我们调料汁，加入香菜、葱花，然后盐、白糖、生抽、香醋，然后加入刚才的蒜头油，还有中药的蒜头酥，加一点紫菜进去。我自己这一碗要加一点这种油泼辣子。接着我们倒入饺子汤，水饺我们已经煮好了，关火，开吃了。中午我们3个一般都是随便吃的，我妈吃了青菜炒饭，然后这鸡爪，我们2个吃水饺，因为我妈很不喜欢吃水饺类的。麻还可以，这水饺包的形状还可以。真材实好。张我啊，脏哦，那你应该买点鸡爪，我帮你泡好就好了。我买，下次不能再买了。我晚上买了4斤鸡爪。对，
4根，会卡。没得4根哦。啊，真的好久没有吃这种酸汤水饺了，吃的就很开胃啊。一人10几个，有点多。你肯定吃不完，加油！我吃得完，等一下我再给你干个3个。这个汤比水饺好吃，比较鲜，又好吃，加的菜就不一样。要不要给一个给爸妈尝一下？不好吃。水饺。